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轻松赚到钱，而有些人却永远在为下一顿饭发愁？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游戏，那么富人和穷人就是在玩着完全不同的版本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的神秘面纱，看看那些成功人士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。能搞到钱的人都惊人的相似，而搞不到钱的人却各有各的理由。搞钱本质上是一场开卷考试，每一个拿到好成绩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从古至今从未改变。决定成败的不是所谓的信息差，而在于你的头脑里是否藏着一本解读财富的密码本。世界的真相是多面的，任何思想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。但是当你的思想发生改变时，你眼中的整个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思想决定命运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如何重塑你的思维方式，让你成为那个能够轻松搞到第一桶金的普通人。这里说的普通人，指的是那些没有特别突出的专业技能，没有所谓的人脉关系，也不相信所谓的人脉关系，没有所谓的资源，也不相信所谓资源的朋友。事实上，当你听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只有那些能够抛开一切外在条件，依然相信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，努力做事的人，才真正有机会成功。在思想的层面上排除所有干扰，你会发现穷和富本质上都是认知下的习惯，是驱动人生的自动化行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。穷有穷的习惯和行为，富也来自于富的习惯和行为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搞钱的第一步不是盲目的学习或者做事，而是要先审视自己的思想和习惯，弄清楚哪些有利于致富，哪些会阻碍你变得富有。每个人最核心的思想来源往往是自己的原生家庭。如果不加以刻意的干预，父母是什么样，下一代往往就会步其后尘。这也是普通人最难跨越的一步。你能否跳出原生家庭的思维束缚，直接决定了你的未来是否有改写的机会。让我们先给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致富的正确流程是找到适合自己，能够提高搞钱效率的思想，用这种正确的思想来控制自己的心理，再用心理控制自己的身体去做正确的事，最终完成自己的事业目标。搞钱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，不断挑战自身经验和认知的过程，更是普通人彻底改变命运的过程。那么你会选择体面的穷困，还是放下面子的富有呢？穷人说的话，做的事往往看起来都是正确的、周全的。他们时刻顾及周围人的感受和自己的身份面子，喜欢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要求自己，彰显自己。从骨子里，穷人最渴望的是面子和舞台，是他人的认同和掌声，为此他们甚至愿意放弃获取财富的机会。穷人能忍受的是贫穷，但无法忍受的是他人的不理解和不尊重。在财富的竞争中，他们常常为了保全名声而主动退出比赛。相比之下，富人的世界里，财务逻辑永远占据首要地位。一切与实际利益无关的面子、关系、身份、对错，在他们眼中都不值一提。要知道，拿起面子不一定会让你立刻变穷，但一定会束缚你的思想和行为，缩小你的生存空间。相反，放下面子虽然不能保证你立即变富，但一定会打开你的思维枷锁，扩大你的生存空间。这两条路截然不同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关键在于你如何选择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特别警惕一个常见的陷阱——打工心态。很多人认为，提高月收入、提高年薪就能让自己自动赚钱，越来越有钱。这种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实际上却是阻碍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的最大障碍。打工的唯一正确目标应该是为自己当老板积累经验和资源，而不是追求稳定、舒适、不担责任。一旦从心理上接受和认可固定的月薪、年薪，就很容易陷入打工的陷阱。这会让你的目光变得短浅，思维变得吝啬，不再关注整体的市场环境，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和内部团队。
本质上，这种心态会缩小你的生存空间，降低你的生存能力。让我们来谈谈财富的本质。真正的财富不是靠一点一滴的积攒和储蓄，而是通过洞察趋势后的一次性蓄力爆发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存钱不重要，只是存钱和赚钱是两回事。如果你想获取真正的财富，你必须要学会区分打工和交易、存钱和赚钱、取钱和收钱之间的本质区别，并且根据你当前的阶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清这个世界，理解交易的本质。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，在这个市场里，一切都是商品，一切都有价格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那些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，要么是无价之宝，比如真挚的感情，要么就是毫无价值，比如虚无缥缈的身份、关系、圈子、人脉。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，包括感情在内，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关系。任何有价值的商品都是在交易中体现出价格，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一个人之所以贫穷，核心原因就是看不清这个世界的本质规律，无法穿透表面的情感关系和人性，一辈子活在自己编织的幻想里。而富人之所以富有，正是因为他们理解了交易的本质，看透了交易的规则。富人不会去质疑人性、考验人性或评判人性，他们只会深入理解人性，并顺着人性的规律行事。富人明白，一切表面的情感关系、人性规律都只是服务于交易的工具。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做事总是显得很啰嗦，他们会考虑很多前提条件、关系、人情、面子等等。而富人做事则非常直接，他们会尽快进入交易环节，做事更有效率。富人的社交目的是获取资源，争取交易的机会，而不是混感情、混关系、混圈子。对他们来说，有价值的交易不等于人脉，不能达成交易的社交就是无效社交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交易的天平上，一边是你可以用来被交易的价值，另一边是实打实的支付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任何因素都只是干扰项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价值到位了，钱就到位了，钱到位了，事情就到位了，没有例外。而穷人总在试图寻找例外，总在把简单的事实真相复杂化。在他们眼中，总有替代方案。我不做这件事情不行，我多做几件其他的事，是不是就能弥补？我不去创造价值行不行？我把人缘混得好一些，关键时刻别人是不是就能帮助我？有这样想法的人永远不会直面问题，总在逃避问题，都是极其不聪明的人，注定是穷人。聪明人都知道要尊重游戏规则，接受客观规律。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场属于自己的单机游戏，只要是游戏，就一定有规则有规律。按照规律去走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。但现实中，很多人在挑战规律，甚至挑战规则，试图找出规则中的漏洞，钻规则的空子。这是最笨的一群人。真正的聪明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那一个，永远不会自以为是地去挑战历史，挑战规律，永远对规律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。合情合理、合法合规，就是你要去无条件遵守的全部规则。在这套游戏规则下，没有所谓的对错，只有交易的规律。贫穷的本质就是不想交易，只想索取，只相信所谓的对错，却从不付出，从不敬畏规则。所有懒惰、不上进、维护关系、破坏规则的人，本质上都是不想等价地进行交易。他们满嘴仁义道德，抱怨世间不公，背地里却贪婪无度，永不知足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对方不理解交易，也不尊重交易，立刻远离、隔绝。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，与这些人为伍，迟早会给你带来大麻烦。特别提醒一点，对自己也好，
对下一代也好，永远不要养成退换货的习惯。凡是交易就会有赚有赔，赚钱自然开心，赔钱也是提醒自己的机会。只有深刻理解一切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一切失败和赔钱都是自我提升的机会，你才会慢慢变好，慢慢变强。人生不存在退换货的机会，不能学会尊重交易，尊重规则的人会吃更大的亏。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观念，对任何人任何事不要考虑长久。眼下能做的事就去做，眼下能赚的钱就去赚，未来与你无关，一直活在当下。人的一生不是80年100年，而只是每天的18个小时。富人总怕自己没钱，所以始终重视搞钱；穷人从不担心自己没钱，所以从不重视搞钱。做事的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所以今日事今日毕，不会对明天有太多期许。不做事的人总觉得来日方长，所以有等不完的明天。总在谈未来而不是谈今天，谈明天的人从不会真正做事，总在做长远打算，追求长期安稳的人都是穷人。现在让我们彻底抛开信息差这个概念，搞钱拼的是执行差，而不是信息差。人与人的区别在于执行力，而不是信息差。永远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。我们生活的世界，至少在搞钱上不存在所谓的秘密，更不存在信息差。一切你看不懂的复杂理论，都只是用来营销你的广告。搞钱要的是结果，只有执行才有机会拿到结果，执行才是结果之谜，而不是你知道了什么秘密。拒绝一切负面情绪、负能量和消极思想，他们不会给你带来正向结果，反而是你搞钱路上的最大障碍。永远不要养成抱怨的习惯，当你在抱怨叹气的时候，强者已经开始了适应。丛林法则下比拼的是适应能力，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。谁能更快进入状态，更快适应变化，更快直面问题解决问题，谁就能抢得先机。只有思想健康、情绪积极的人才能获取知识，控制好自己的身体，去做正确的选择和事情。头脑混沌的人只会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。人生的本质比拼的是控制自己，调整自己，而不是妄想控制别人。任何人和你都没有关系，或者说关系非常单纯，你厉害，你能搞到钱，别人就会好好待你，反之，你的身边就很难出现正常人。思想和情绪的控制核心在于筛选，任何消极的信息不听不看不好奇，任何消极的人不闻不问不接触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在任何时候你要远离任何一个说你不对的人。只要听到类似言语，礼貌对待，马上阻隔，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。他们的目的不是做事拿结果，而是在找认同，通过质疑别人证明自己比别人强。一旦你接触到这样的闲人和弱者，给了他们一次机会，一次舞台，他们会缠上你，消耗你大量的时间。永远记住，与利益无关的任何对错没有丝毫意义，与利益有关的对错，唯一的评判标准是结果，而不是语言。习惯理智，保持理性。世界的内核是理性的，所以才会存在客观规律。人的底层天性也是理性的，无时无刻在打量和评判着周围的一切人和环境。所有的感性和情感都只是用来服务理性的工具。在感性视角下，世界是复杂多变的；在理性视角下，世界是简单重复的。聪明人会把看似复杂的现象浓缩成极其简单的规律，1+1等于2，而不是感性的妄想找到1+1等于100的方法。搞钱需要的是理解规律的理性头脑，是稳定的情绪和心态，而不是想入非非的凭感觉做事。理性的人才会把周围的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正常情况，才会发现规律，顺应规律，才会始终保持警觉性。这些都是你生存的基础。习惯理智，保持理性，你的思想才不容易受到外界干扰，你的动作才不会变形，你的选择才是正确的、精准的，你才有机会拿到你想要的结果。一个人越感性，被影响的几率就越高，自身的弱点就越多，就越容易陷入别人的圈套。
养成节约自己时间的习惯。节约时间的核心奥秘是拒绝、示弱和筛选。穷人一辈子学不会的就是示弱，本质上这是智商的缺陷。他们的脑力看不到更远的发展方向，所以有人欺负他、欺骗他，穷人是必须要较劲的。实际上，示弱是凝聚他人、节省自己时间的最佳方法。给别人舞台，给别人面子，给别人让利，你才能凝聚他人，获取自己的利益，节省自己的时间。在示弱之后必须进行筛选，必要时直接拒绝。交易也好，生活也好，一切机会都是双向的。你不仅要展示价值，更要筛选出真正识货的正常人才可以成交。搞钱的本质是搞流量，你的流量足够大才有底气去筛选。你筛选的越多，搞钱的效率就会越高。当你只有3个客户的时候，你会希望哪一个不成交吗？你就会去自动浪费时间。当你的流量足够大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意识到时间的巨大价值，你才会珍惜时间，只筛选合适的客户完成交易。因此，交易的大前提是流量，搞钱的本质是你的流量要足够大。增加流量就是在节省你的时间，而利润是单位时间的产出比。每天的思想和行为只能服务于搞钱和事业。如果你的思想里还有周末，还有节假日，搞钱对你来说就只是个妄想。普通人很难搞到钱，核心原因是接收到了太多不适合搞钱的思想。这些思想的共性是让你停下来，脱离战斗状态，享受舒适和安逸，丧失警觉性，丧失竞争力。企业家的世界里不存在996，能搞到钱的人睡觉都是奢侈。世界就是社会，社会的本质是交易，钱的本质是价值的互换。价值互换的本质就是优胜劣汰，永远会有人赚钱，有人亏钱，有人在进阶，有人被淘汰。所以你的唯一目标是求生存。除了搞钱和事业，其余动作都是多余的，尤其是情感关系。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理解钱和情的关系，只能证明你的生活环境是舒适的，吃喝不愁，没有过太多经历。经历更多之后，你会理解事业永远比情感重要，事业有希望，情感才会存在。搞钱就是让自己值钱，然后让别人占便宜。想搞钱唯一的确定路径就是让自己在某个细分领域里有价值，让自己值钱，然后让别人觉得在你身上有利可图。你要想尽办法把自己活成一个诱饵，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价值来占你的便宜。这一点是穷人永远做不到的。穷人的一生都在想方设法的不让别人占便宜，他们从骨子里不认可交易，也不想交换，更不愿意付出成本，只想索取。越不去给予，就会失去越多机会，恶性循环。你付出越多，给予越多，就会有越多人信任你。你服务的越多，信任就会越大，搞钱的机会就越大。这也是为什么给予才是索取的开始。搞钱说到底是认知的博弈，是智商的比拼。真正搞钱厉害的人才会真正理解，正大光明就是至高的搞钱方法论。他们会尽可能地给予别人，为别人提供服务，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单纯，有便宜可占。所有的大生意都是人性的必然选择，当别人觉得你很聪明的时候，就失去了一切机会。永远记住，人性的本质就是索取，支付的本质就是有利可图，占便宜。这就是大部分人穷的原因，也是你致富的基础。事无好坏，思想使人搞钱，和产品无关，和项目无关。如果听到这里，你的思想里还在想，到底哪些项目好赚钱，哪些项目是风口，我建议你就不要再想搞钱了。所有能存活到今天的行业，都必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。你要去不断探索的，不是什么产品好卖，而是客户需要什么。做生意的不败定律是，先有买家再去做。买家属于你的机会，一定在你熟悉、了解并且深耕过的领域。你足够了解客户，了解人性，才能帮别人找到最匹配的价值。当你理解了习惯背后的穷富逻辑，
找到了更适合搞钱的思想，会发现遍地都是钱。好好思考这些观点，他们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财富和人生的方式。记住，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钱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。开始行动吧，你的财富之路就在眼前。首先要明白一个关键点，搞钱并不是一门神秘的学问，而是一种实践的艺术。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，认为只要掌握了某些秘密信息或者特殊技巧，就能一夜暴富。事实上，真正成功的人都知道，财富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智慧的积累。其次，我们要谈谈机会这个词。很多人总在等待所谓的大机会，殊不知机会其实无处不在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创造机会，而不是被动等待。他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商机，并且勇于尝试。记住，小的机会抓住了，也能变成大的成功。再来说说风险。很多人害怕风险，总想找一个稳妥的致富方法。但是没有风险，哪来的高回报？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优秀的风险管理者，而不是风险规避者。他们懂得如何评估风险，如何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，然后大胆行动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讨论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话题：专注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很多人患上了选择恐惧症，总觉得自己错过了更好的机会。殊不知，真正的成功往往来自于对某一领域的深耕细作。找到你热爱的，也有市场需求的领域，然后全身心投入，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。记住，一招鲜，吃遍天这句古话至今依然适用。现在，让我们聊聊人脉。很多人误以为，有了广泛的人脉就能轻松赚钱。但事实是，真正有价值的人脉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。你要先想想，你能为别人提供什么价值，而不是一味的索取。优质的人脉是靠实力吸引来的，而不是靠巴结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终身学习已经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一种必须。但是，学习要有方向，要有针对性。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对你有用，你需要学会筛选，学会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技能和行动。最后，我想强调一下心态的重要性。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至关重要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。不要被暂时的挫折打倒，而要从中吸取教训，继续前进。记住，搞钱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财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追求财富时，你会发现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，一种成长。所以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行动起来吧。机会永远偏爱有准备的人。相信自己，相信只要你努力，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。记住，每一个伟大的财富故事，都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决心开始的。而现在，就是你开始书写自己财富故事的最佳时机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